淑燕，让未婚夫赠金珍宝，全家宠你18年，你为何勾结薛灵，诬陷父亲通敌，害我舒家满门抄斩？你们挡了我的皇后路，薛郎承诺，将军府满门下狱，便立我为后。我儿要做储君，你们本就该为我死！妹妹为了一个男人害死全家，是父亲曾在战场上救下的孤女云瑶，去乱葬岗给我们全家敛尸下葬，为我们修碑立堂，为我们全家复仇。可他没能斗过妹妹，他毁了妹妹那张引以为傲的脸，却也惨死在妹妹手中。被毁容后，妹妹气急败坏，将她五马分尸。云瑶一向胆小，从到了将军府就一直懦弱，不敢见人。可谁能想到，这样一个胆小懦弱的人，有一天居然也能提起沉重的刀剑，不惧生死。什么孤女？这一看就是你在外面的私生女！我的乖女，别气坏了身子。父亲，云瑶的父母既然都是战死的，那就是功臣的后人。舒燕凭什么打他？我们舒家什么时候有这样是非不分的女儿了？娘，他为外人欺负我！好了，玉儿，她是你亲妹妹。这一招训你目无尊长，轻慢忠良；这一招见你恃宠而骄，不守本分；这一招请你勿忘根本，谨守家风。淑玉，她是你亲妹，亲妹，宠儿不教是为害。今日她敢辱功臣遗族，明日便会累全家蒙羞。平南关大胜，陛下正要嘉奖功臣。父亲带着为国家人、为国战死的孤女回家收养，很快就会传入到战死的将士耳朵里。这不光会让陛下震怒，就连你的部下都会对你心生嫌隙。妹妹身子弱，不好生养的名声早已经人尽皆知。若是再多出一条殴打功臣后然的事情，母亲不用我多说，你也该清楚了吧？日后别说是她了，就连我和阿锦也都不用嫁家了。什么功臣之后，他爹顶多是个族子，连官位都混不到。而且你居然为这个贱人打我，是我的错，二小姐，我就是个庶民，你千万不要因为我迁怒三小姐。你就是个低贱的庶民，让你入我将军府的门，都是脏了这块地。你给我闭嘴！把他给我关入祠堂，好好反省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的亲妹妹。我给小姐做丫鬟，我怎么配？你配！从今往后，我护着你。淑玉，你个贱人！你们这两个下贱胚子，我才是嫡亲的小小姐，你们不得好死！淑燕已经及笄，可到现在也没有人上门提亲。父亲和母亲觉得是因为什么？我们可以养她一辈子。父亲只有淑燕一个女儿是吗？那哥哥不娶妻吗？我和大姐不嫁人吗？父亲惯子如杀子，您不是只有一个孩子？玉儿说的对，往日是我们太娇惯燕儿了，往后不可再如此了。淑玉，你就将云瑶随意安排在一处院子住下吧。女儿明白。二小姐，您快请坐，免得脏了您的裙角。云瑶，这府里的吃食你吃得惯吗？住得惯吗？习惯。我从没住过这么好的屋子，遮风避雨，还有热饭吃。舒家恩情，云瑶愿以命相报。一口饭，一处屋檐，前世已经为舒家赴汤蹈火。你们这群老狗，等我爹娘气消了，把我放出去，我定要扒了你们的皮！舒燕是全家娇宠18年的亲妹，可前世却是她亲手将全家推向深渊。有人亲人似仇敌，有人好友胜亲人。这亲与不亲，当真与血脉无关。大姐，我擅自做主，将云瑶安排在咱们姊妹的院子里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早该如此了。这些年深受其害的是大姐。哟，大姐又在画这些老死子，我看这画工也稀松平常。京都那些夸你的人，莫不是看在咱们将军府的面子上？
舒燕，你干什么？这话我画了整整3日，你吼我！你居然为了张烂纸吼我！爹娘说你得让着我，你居然敢凶我！大姐师从云惠子大师一手梅干画冠绝京都，只在云瑶这里得到了久违的宁静。大姐，您画的简直神了！这笔锋像带着仙气，京都那些夸赞果然名不虚传。你这丫头惯会哄我。二姐别担心，我没事，一点都不疼，真的。云瑶身子弱，跟着我骑马习武，再累也没有喊过疼。兄长教他习字读书，他经常深夜不睡觉，还在偷摸临帖。怎么还不睡？看着眼睛都熬肿了。兄长教的字极好，我想多练练。放我出去！娘，你们居然真的管我这么就放出去！姑娘，不要再喊了。将军与夫人心意已决，云瑶姑娘入府也有几日了，昨日便命人朝办了认亲宴。今日宴请将士们，没空顾着您。若您肯安分认错，便带您出去见一见。将军，兄弟们听说您收了战死弟兄的遗孤做亲闺女，大家伙心里热乎啊！咱们这些大老粗流血流汗不打紧，就怕死后孩子没人管。跟着您这样的好主将，咱们愿意为您出生入死。好兄弟，云瑶以后就是我舒家的亲女儿，我定视如己出。阿姐，快瞧，门当户对的周家来问亲了，这名声一好，上门的人都多了，真是老天保佑。这是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请这么多客人？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要让这个贱人进家谱？燕儿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懂事了？今日这种大喜的日子，你再敢胡闹，就滚回祠堂去！三妹妹，这只是个开始。云瑶从今日起就是我舒家堂堂正正的4小姐，她该得的一样都不会少。薛林见过将军夫人，边关归京特来拜访，今日前来是想与2位商议结亲之事。殿下远道辛苦，啰嗦细说。薛林愿与舒家结亲，往后庇护舒家周全。如同上辈子一样，薛林归京第一件事便是求亲。他比任何人都需要将军府的助力，而上辈子将军府助他登基，他却卸磨杀驴，借舒燕之手铲除舒家。舒燕初见薛林，便一眼钟情。薛林见状，不主动不拒绝。三小姐，你就是薛林殿下，我喜欢你，我要嫁给你。三小姐谬赞，婚姻大事需听将军与夫人安排。京中皆知将军府最宠幼女，与舒燕成婚，方能最稳妥拿捏将军。不嫁薛林，我便不活了！别拦我，三小姐，万万不可！将军夫人定会应允的。小姐三思，刀剑无眼，可不能伤了自己。别碰我，要么让我嫁，要么我就死。三小姐，快回来！老奴求您了，放开我！我就要嫁给薛林，否则我死定了！逆女，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啊！燕儿，娘求你了，别闹了，好不好？我不管，我就要嫁薛林，不然我就死给你们看！阿月，你妹妹她为了薛林，又是投湖又是寻死，我们实在没办法了。阿月，爹娘知道委屈你，但燕儿终究是我们的女儿，我们不能看着她出事。父母到底还是顾及着她。父亲母亲，你们总是让我们让舒燕，可我们就该受着吗？吃食衣裳样样都让，如今连二妹的婚事都要让。母亲，二妹做错了什么？难道就因为她懂事？难道就因为我们懂事，我们就该受这些委屈吗？父亲，母亲，你们这样只会让我们寒心，也只会让我们对这个家产生绝望。鱼已经上钩，可以慢慢收网了。阿玉，到底出了何事？你脸色这般难看，莫不是府中出了大乱子？舒燕她居然和薛林有了苟且之事，还是在我们家里。他不是在前院赏荷吗？老爷，三皇子说前院闷热，三小姐便说带他对内院2块奴婢们想拦，根本拦不住啊。内院的人呢？怎么一个守着的都没有？玉儿，你是姐姐，你告诉娘，这一定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父亲母亲，
我与姐姐尚未出阁，这般会事本不该我们出面，可家丑不可外扬，如今也顾不上礼数了。二妹说的对，这房门得由我们亲手来开。如今局势危急，顾不得那些繁文缛节了，这恶人女儿来当。三小姐在休息。目无尊卑，连主子的路都敢拦，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这些年，舒燕仗着宠爱撒娇卖痴，连带着她身边的奴才都敢骑到咱们头上，真是气焰太盛了。气焰再盛，今日也该到头了。谁敢闯我的院子？二姐，你来晚了。瞧见了吗？已经是我的人了。你简直不知羞耻！他可是二妹的未婚夫。未婚夫又如何？现在生米煮成了熟饭。二姐，你除了认命，还能拿我怎么样？谁敢破本宫？二小姐，二小姐，我，这都是误会，我没想过会这样。殿下，这毕竟是我将军府的家事，您就不必再听了。请，舒燕。父亲母亲此时就在门外，你以为这桩丑闻能瞒过谁？我是薛郎的人了，二姐，爹娘向来最疼我，为了将军府的名声，他们除了让我嫁给薛郎，还能怪我不成？二姐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我也恨你，可你给我记清楚了，从今往后，薛郎就是我的相公，你要是再敢对他有什么非分之想，再敢染指于他，我就亲手杀了你！你竟然能说出这种混账话！你这贱人敢碰我！舒家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孽障？来人，把他给我关进柴房。等夜深了，直接扭送到乡下的庄子上去。这京城，他不必再待了。你打我！你居然敢打我！从小到大，连爹娘都没动过我一个指头，你这贱人居然敢对我动手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可是萧离的正妃，等我入了皇家的门，头一个就治死你！瞧瞧你这副样子，一把年纪了还赖在家里吃爹娘的，成了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。你以为这上京城里谁看得起你？舒燕，你闭嘴！我说错了吗？整个上京谁不看你的笑话？那个周家小曹云不要你了，你就成了没让的烂货，活该你连个义亲的人都没有。三妹妹，你有这口出狂言的力气，不如留着想想，待会儿见了父亲，这皇子妃的梦还做不做得成？爹娘最疼我，他们绝不会看着我受委屈，你们就等着看我飞黄腾达吧。大姐，你这张脸长得再好看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个没人要的扫把星。舒燕，你大可以继续试试，看是你那张嘴快，还是我的手快。你少拿那些军中的野蛮路数吓唬我！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带三小姐下去换衣服？二小姐刚才那眼神，我瞧着都腿软。三小姐也是，这种事都敢做，连累咱们这些伺候的也没好日子过。再嚼舌根，拔了你们的舌头！我知道你在想周家。周小郎子有什么错呢？他为了不退婚，生生跟家里闹翻。可周夫人只要一想到舒燕做下的那些跋扈事，就觉得咱们舒家的女儿都没教养。因为舒燕，我就成了那个没教养的，连带成了全上京的笑话。我原本以为只要我退一步再退一步，就能全了姐妹情分，全了爹娘的慈禧。可你退到最后，换来的是他抢了你的未婚夫，还骂你老姑娘。大姐，舒燕已经不是那个调皮的孩子了，她是长在咱们家骨头缝里的毒瘤。毒瘤，舒燕一天不从舒家除名，舒家一天不得安宁。不只是你，父亲名望、兄长官途，甚至全家项上人头都会被他带进火坑。毒瘤若是不割除，伤口这辈子都好不了。你想看着哥哥被罢官，看着爹娘被这桩丑事气死吗？你说的对，他既然想做皇子妃，想踩着家人的尸骨往上爬，那就让他滚，滚出舒家，滚得越远越好。月儿，薛林那边的婚事，咱家没脸再提了。娘知道委屈了你，可你妹妹她……家门不幸，这种丑事若是传出去，老夫这块牌子就算彻底砸了。月儿，你和我们也是应当的。恨，父亲母亲过虑了。从他爬上薛林床的那一刻起，这婚约便已是废纸一张。
女儿今日来不是为了讨公道，而是为了给舒家清账。舒燕虽坏了名节，但她毕竟姓舒，女儿已经在手下的兵卒里为她挑了一个家世清白、为人悍勇的夫君。成婚后，她会带着舒燕直接回边关生活，那里天高皇帝远，离了这上京的繁华，舒燕翻不出水花。她和薛林那些安扎氏也会随着她离京彻底烂在泥里，不了了之。可她那身子骨，边关苦寒，她受得住吗？母亲，是让她在边关活下去，还是让她在上京被唾沫星子淹死，甚至连累全家满门抄斩？您选哪一个？你也来看我笑话？玄狼一定会求父皇赐婚的，我马上就是皇子妃了。你的名字已从候选里抹去，二妹给你挑了夫婿，不日远赴边关，这辈子别想踏回上京。我是舒家最受宠的女儿，他们怎么敢把我嫁给一个兵卒？我不去，我要见薛郎。那是你唯一的活路，舒燕，这是你欠我们的。舒大公子，本宫今日是来商议对三小姐负责的事情。负责？您在舒家内园做出这种事，是觉得我们将军府的刀不够快？只要我娶了舒燕，将军府和本宫就是一条船上的。舒燕已经许了人家，这婚事舒家高攀不起，也请殿下莫再纠缠。玉儿，玉儿，舒燕胡闹，可我对你的心思是真的，若不是她勾引我。殿下，如今竟是连脸都不要了。殿下这般行事，怕是连府中护卫都不及半分体面。乔姐美，那边是将军府的两位。听说那位三小姐还没出门子就闹出了泼天大丑事儿，怎么这两位还有脸出来赴宴？到底是武将家的女儿，皮实。不过那二小姐舒玉倒是沉得住气，竟还敢在这儿自如饮酒。二小姐，我家殿下挂念您的身体，特地遣小人送来亲笔信。殿下说之前的种种皆是误会，请您务必回去告诉三皇子，舒家教女无方，舒燕既然敢做，舒家就敢认。至于殿下这亲笔信，留在三皇子府里堵他自己的嘴最合适。滚，别脏了这儿的地。二小姐方才那杯酒泼的可真是痛快。三弟要是知道他在你眼里竟连地上的尘土都不如，怕是要气得吐血。臣女不过是在清扫垃圾，二殿下躲在这儿看戏，倒是好兴致。你最近频繁出入这京中大小宴会，甚至不惜顶着那些流言蜚语。舒玉，你以前可不是这种热衷交际的人。以前的舒玉心怀仁善，如今的舒玉只想看清这满座衣冠下，谁是豺狼，谁是盟友。那你觉得我是哪一种？这得看二殿下是想一直当这个闲散王爷，还是想换一身更有分量的衣裳。三弟这几日又让人送了不少东西去将军府，珠宝绸缎，还有他自命清高的诗稿，都退回去了。送礼的奴才也被我哥扔到大街上。二小姐行事当真是雷霆手段，可我如今越发不懂二小姐了。你自断了三弟这条路，甚至毁了他的名声，却又频繁向我示好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一直很明确，保住将军府，保住我全家人的命。殿下，三皇子看着温润，实则骨子里刻着残忍。若是让他坐上那个位置，为了收归权力，他头一个要屠的就是立下赫赫战功的老臣。他还没登基，你就已经看到了结局。我看人一向很准，薛林不适合坐在高位上，而殿下能领兵清君侧，亦能踏着乱臣贼子的头颅坐稳那个位置，不是吗？舒玉，你要怎么帮我？舒家愿做殿下的刀，但前提是殿下得先接住我送上的投名状。哈哈哈哈！这桩买卖，本王接了。殿下，看好了。好，二小姐好剑法。这林中狡黠之物甚多，可二小姐这一箭双鹑之势，倒让这些畜生避无可避了。剑法再好，杀的也不过是畜生。
臣女想要的，从来不是这些猎物。哦，那二小姐频繁向本王示好，甚至今日邀本王至此，图的又是什么？我想要将军府屹立不倒，我想要家人平安，仅此而已。全家人平安，这上京城里风浪诡谲，想要保住一个手握兵权的将军府，谈何容易？二小姐既有此志，得看不如努力做皇后。二小姐觉得本王这三弟比之本王如何？殿下抬举了，舒家从不出皇后，也无心于后宫之争，舒家只会出大周朝最锋利的纯臣。而我给殿下的投名状，就是薛林的项上人头。舒玉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谋害皇子，可是灭门的死罪。与其坐以待毙，等他将来卸磨杀牙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殿下不也是这么想的吗？项上人头。舒玉，你倒是敢说。可据我所知，薛林和你家那位三小姐已经有了夫妻之实。殿下常年流连花丛，扮一个万事不理的闲散王爷，可这耳目倒是比谁都灵通。连三皇子入我将军府内院的私密事，殿下都了如指掌。马上，将军府的三小姐就要换人了。换人？舒玉，你果真是本王见过最狠心的女子。不过，本王喜欢。你要如何换？三弟可不是傻子，若是他咬死了舒燕的身份，你这将军府照样脱不了干系。他想要依靠，我便给他一个他高攀不起的真相；他想要援手，我便让他彻底众叛亲离。殿下，臣女今日的话已经说尽，剩下的就请殿下静待佳音了。好，既然二小姐有此青云志，本王便陪你赌这一场。那就静待二小姐佳音，本王倒要看看这将军府的三小姐能变成个什么人物。薛林，你前世加注在我们全家身上的痛苦，这一世我要你千倍万倍的还回来。这出戏才刚刚开场。二妹，舒燕果然不安分，她听说爹娘要把她嫁给那个兵卒带去边关，急疯了，竟买通了送饭的小厮，给薛林写了这封私奔信。私奔？她倒是对薛林死心塌地，她以为薛林是什么良配，在薛林眼里，没落的舒燕还不如边关的一棵草。二小姐，这信若是真送出去了，三小姐的名节可就真的一点都没了，将军府也会被连累啊。名节？她自己爬床的时候就没想过名节。她既然想要薛林带她走，我便帮她一把。薛林这人多疑又贪婪，若是只谈情分，他绝不会带舒燕走；但若是加上兵权和皇位，他就算知道是火坑，也会往下跳。告诉他，务必亲手交给三皇子。二妹，你这是要让舒燕彻底断了回头的路，她回不了头，舒家才能有活路。父亲，这便是您疼了18年的好女儿，咱们家正为了她的丑事焦头烂额，她却想着如何拿整个将军府做嫁妆，去投奔她的好郎君。私奔，还要拿兵权助他登基，他这是要陷老夫于不义，要陷舒家于死地呀！燕儿，他怎么敢写出这种话？他这是疯了不成？他没疯，他清醒得很。他知道在这府里待不下去，便想去三皇子府做他的皇妃梦。儿臣已经让人扮作舒燕的贴身婢女，去给三皇子带了口信，信里的内容原封不动的口述给他听了。舒燕小姐说，只要有了孩子，将军和夫人疼她，定会答应助殿下登上皇位。三小姐求殿下今夜子时带她走。舒玉那个女人软硬不吃，本宫在她身上费尽心思也得不到半点回馈。如今舒家这块肥肉，看来只能从舒燕这个蠢货身上咬开了。私奔名声受损，且舒将军脾气火爆，万一……本宫身后并无母族依靠，舒燕手里攥着的是舒家的兵权。只要她怀了本宫的骨肉，舒老将军除了扶持本宫，他还有别的权吗？这是剑走偏锋，但也必须一试。唉，玉儿，你这是要把他往绝路上逼呀！不是我逼他，是他自己在选绝路。若他有一丝顾念家人的心，绝写不出这种通敌叛家的信。家里的孩子，你大姐、你兄长个个稳重懂事，唯有他自小撒娇卖乖，顺了他的心意，他便哄得一家人高高兴兴；稍微不顺心意，他就做尽混账事。以往是我们错了，总觉得他小，总觉得他弱，可这一次事关舒家满门忠烈，绝不可以再纵容他。只是失望还不够，要保舒家，必须让他们绝望。老爷，夫人，不好了！三小姐跑了！你说什么？院子外头不是排了护卫吗？三小姐说她心口疼得要命，奴婢刚凑过去想扶她，她就唱起花瓶狠狠砸在奴婢头上。等奴婢醒过来，她已经从后窗翻出去了。跑了？她居然真的敢！这个孽人！她定是去投奔三皇。
皇子了。他以为只要进了皇子府的大门，这私奔的罪名就能变成赐婚的喜事。去三皇子府？他这是要把老夫的脸面踩进粪坑里！来人，备马，去三皇子府要人！哟，这是哪阵香风，把将军府的各位都吹来了？少废话，让薛林出来见我，让他把书页交出来。我家三殿下昨日便受了圣离经，去南郊游历名山大川了，归期未定。至于您说的三小姐，咱们府上清清白白，可没见过什么将军府的小姐。离京有礼，带话的人刚回将军府，你们殿下就离京了。这上京城的差事什么时候办得这么快了？二小姐，殿下的行踪岂是老奴能过问的？兴许是巧合吧。各位请回吧，莫要惊扰了王府宁静，否则御史台那边将军不好交代。怎么样，见着人了吗？离京有礼的好啊！薛林这是算准了舒燕会跑过去，他躲起来不见人，舒燕就是个私奔潜逃毁了名声的女人。他这是要拉着整个将军府都去死啊！我的燕儿，你怎么能毒成这样？父亲，如今只有一个法子能保将军府平安了。法子？什么法子？在这种必死之局里，还有什么法子？玉儿，你素来有主意，你快说，只要能救舒家，只要能救你大姐和哥哥的性命，娘什么都愿意做。昭告天下，舒燕不是将军府的孩子。对外便说，18年前母亲在边疆生产时产房混乱，舒燕原本只是产婆的女儿，而当时报错的正是云瑶。你要调换身份？不是调换，是归位。舒燕行事跋扈，自私狠毒，哪里有一点将军府女儿的风骨？反观云瑶，她是功臣之后，性情坚韧，为了将军府名声可以忍辱负重。只有这样，舒燕在外面做下的那事儿，才跟将军府没有半点干系。她是产婆的女儿，她的生死荣辱与大周朝的功臣舒家再无瓜葛。这事瞒得住吗？舒燕那张脸，毕竟长得有几分像你母亲。父亲，这世上长得相似的人多了，只要咱们一口咬定，产婆当年为了让女儿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，故意调换了孩子，这就是真相。父亲，二妹说的对，如果舒燕还是舒家的三小姐，咱们全家就要背上教女无方勾结皇子的罪名。明天太阳升起，哥哥的仕途，我的亲事，甚至您的降位，全都要给舒燕陪葬。舒燕不仁，别怪咱们不义。云瑶，那个苦命的孩子才是我亲生的。是的，母亲，云瑶才是您日思夜想流落在外的骨肉。从今往后，云瑶才是将军府的亲女儿，是我的亲妹妹。而那个不知廉耻逃走的，只是产婆之女。父亲，母亲，方才女儿提的这归位之策，虽说惊世骇俗，却是眼下唯一的活路。若是传出去，这是欺君，这是拿祖宗名声开玩笑。只要咱们舒家自己不认，谁能说是欺君？真相往往只掌握在活着的人手里。如今天色已晚，父亲母亲受了惊吓，想必神思倦怠，这法子要不要用，你二位好好考虑考虑。女儿不逼你，一切全凭父亲定夺。阿姐那边可准备好了？二小姐，当真要如此吗？大小姐她是真的心疼。阿姐若是不心疼，舒燕就永远是舒家的肉。只有阿姐流了血，父亲母亲才会明白，谁才是真正的亲人。去吧，按计划行事。是。舒燕能为了个男人上吊投湖，闹得全家围着她转。我这长姐做了18年的榜样，事事忍耐，处处退让，到头来连舒家都要被她葬送。小姐，别担心。老爷、夫人、大小姐她服毒自尽了。你说谁？阿姐她怎么会？阿姐，我的儿啊！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说阿姐喝了药，她往日那样人善温柔，为了不让家里操心，连大声说话都不肯。今日为何想不开？大小姐留下遗言，说三小姐私奔毁了舒家，她作为长姐无脸见人，唯有一死保全名声啊！阿姐忍一辈子，换来的只有舒燕的践踏。父亲、母亲，你们现在明白了吗？会哭的孩子总是比懂事的孩子招人疼爱些。将军，大小姐这药量是存了必死之心的。幸亏催吐及时，否则即便华佗在世也难救了。阿姐，你这傻孩子，你若是走了，你娘怎么活啊？你有什么委屈不能跟娘说，非要走这条绝路？既然母亲心里只疼舒燕，眼里只看得到她的生死，那我这个做长姐的是死是活，又有什么用？你胡说什么？你是娘的心头肉啊！心头肉，舒燕闯下泼天大祸，私奔回家，母亲还在犹豫要不要舍了她。比起等事发后，全家人被她连累的在闹市被人唾骂而死，不如让我现在就死个干净，还能留个清白名声。父亲，您瞧见了，
为了让舒燕那个毒瘤离开舒家，阿姐已经对自己下这种狠心，她是想用自己的命给全家换一条生路。老爷夫人，出大事了！公子，大公子他从书院退学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恒儿下个月就要下场纯金，他是咱们舒家的希望，为何在这个节骨眼退学？公子说家里出了败坏门风的孽障，他作为兄长，无颜在学宫面对同窗恩师，更不愿将来被御史台参一本治家不严。好一个巨人老爷！老夫倾尽毕生心血培养你，就盼着你春闱高中，坐稳朝堂，撑起咱们舒家的门楣。你倒好，在这个节骨眼上自毁前程。你疯了不成？快跟夫子回去，这退学的话可说不得呀！孽子，我舒家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经不起风浪的废物？我是孽子，你还敢还嘴？若我是孽子，那此时正在外面私奔，要拉着全家下地狱的舒和又是什么？是你们捧在手心里的宝贝，还是舒家的索命鬼？你们问我是什么，那我也想问问，你们又是什么？是昏庸无道的父母，还是儿女虔诚的刽子手？哥，你别激父亲，他方才才因为阿姐的事。阿姐怎么了？是不是也被舒燕逼到了绝路？大公子，大小姐方才喝了药，大夫才把人救回来，现下还在屋里躺着呢。听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们的好女儿，这就是你们偏心的后果。舒燕一个人胡闹，我们要拿命去抵，要拿官途去填。你这是在怪我？我不怪你，我只怪自己命苦，生在这个外强中干、是非不分的将军府。恒儿，你疯了！爹，您睁开眼看看，看看您一直引以为傲，却从未正眼看过的嫡长女。妹妹这双手，这些年为了博得您一句夸赞，为了咱们舒家的名声，她没日没夜的钻研刺绣女工，这些大家闺秀该学的，阿姐什么时候不认真过？女子学这些本就是本分，本分。舒燕在闹着要天上的星星时，阿姐在灯下绣着将军府的体面；舒燕在为了一个肚兜跟下人撒批时，阿姐在替您抄写往来的礼单。您再看看这些东西，这是你女儿精心画就的，这是云辉子大师亲传的美岛画，在上京谁不知道这画千金难求？怎么就当不得一个上京第一才女的名头？老夫从不知道她画的这样好。您当然不知道，因为您的眼睛只盯着舒燕有没有喊心口，这舒燕有没有抢到别人的头衔。阿姐怕您操心，哪怕被退婚了，都躲在屋里自己咽下苦水。可她换来了什么？换来了您的得寸进尺。阿娘，你也别躲，这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亲生的。恒儿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见过她几次？从她记事起，你在她生辰时为她做过几件衣裳？你给过她什么？哪怕是一个暖手的汤婆子，你给过吗？她在边关，那是她父亲的衣服。她在边关是为了谁？她为了我们舒家，还没有断奶就被父亲抱去了平南关。那时候你在哪？你在抱着舒燕喂燕窝。你看看，这是战场上刀剑杀出来的。二妹这些年哪一次不是搏命？她是拿命在给父亲换军功，给您换这身一品高明的衣裳。哥，别说了，母亲不爱看这些血腥的东西。不，我要说，她是为了我们全家的荣辱在搏命。可你们给了她什么？就连她唯一的婚事，你们都要抢走给舒燕那个混账！你们这是在挖二妹的肉，去填舒燕那个无底洞！阿娘，您告诉我，舒燕为了个男人私奔，我们要拿阿姐的命去抵，要拿我的仕途去填，现在还要拿二妹的清白去送，这世间哪有这样的道理？够了，舒燕已经跑了，你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难道要老夫去死吗？死？死太容易了。父亲，你知道儿子为什么退学吗？因为我看透了。在这将军府里，懂事的就活该被牺牲，搏命的就活该被无视，只有会闹的、会坏事的，才是你们的心肝宝贝。那可是你的锦绣前程，你中了举，你只要春闱一过。什么前程？有这样一个妹妹，有这样一双偏心的父母，我舒恒就算做到宰相的位置，也不过是给舒燕擦屁股的奴才。我不考了，我不当官了，我宁可去这街上当个叫花子，也不愿再给你们所谓的将军府脸面续命。别说了，恒儿，娘求求你别说了，娘错了，娘真的知道错了。娘，您知道，二妹在边关受了风寒，半夜疼得睡不着时，身边只有冷冰冰包的盔甲。您给过舒燕什么？就欠了二妹和大姐多少血债？哥，差不多了，父亲和母亲受不住了。受不住？比起我们受的，这算得了什么？既然如此，与其到时候被御史台问罪罢官，看着阿姐被休，二妹被毁，全家被抄家流放，不如现在就让咱们一家人全部死在一起，全部给你们的宝贝女儿舒燕陪葬吧。
父亲，现在您可以下决定了吗？是保全舒家，还是等天亮之后让这幅画，还有阿姐和哥哥的命，一起变成薛灵登基的踏脚石？玉儿，这认亲宴我亲自去办。既然舒燕不顾念家人的死活，那我也没必要再当这个慈母了。母亲英明，既然如此，这场认亲宴定要办得全京城皆知，让云瑶堂堂正正的归位。周夫人今日能来，将军府真是蓬荜生辉。往日种种，确实是我家治家不严，让夫人受委屈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这将军府的三小姐竟然是假货，说是当年边关产婆朱由蒙了心，把自己的种塞进大帅怀里，亲生的反倒流落成孤女。难怪那舒燕平日里跋扈的不像话，原来根子上就不是将门血脉。瞧瞧这位新认回来的，这才叫端庄持重。舒夫人，既然真相大白，这血脉归位自然是好事。只是那舒燕好歹在府里娇生惯养了18年，今日这场合，怎不见她出来磕个头，也算全了这场缘分。王夫人费心了。那孩子虽不是我亲生，到底在眼皮子底下待过。只是他既然已经知道自己并非将军府骨肉，自当归还本位，那总得有个去处吧？这京城里谁不知道舒小姐？哦不，那位产婆之女与三皇子的婚事。王夫人说笑了，一个民女何来皇子婚约？至于她的去处，她自然是回到了她该在的地方，如今已经去了她亲生母亲那里。母亲说的对，我舒家的门第容不下那等混淆血脉之人。既然她生母想方设法让她享了18年富贵，如今她也该回去尽孝道了。从今往后，只有云瑶这一位三小姐。至于旁人，无论是跟着谁，私奔也好，成婚也罢，都与将军府再无半点瓜葛。舒夫人这话重了。先前我还纳闷，你们舒家也是将门世家，舒老将军一身正气，怎么府里那位三小姐却是个泼辣蛮横、全无规矩啊？京城谁不知道，当初那位在百花宴上可是对周夫人出言不敬。何止是不敬，她不仅当众辱骂我周家门风，竟然还敢动手打了我的心头肉。我那可怜的女儿连肿了半个月不敢出门。周夫人息怒，龙生九子尚且不同，舒家虽然是武将门第，却也绝非不明是非之家。如今真相大白，也还了我们家将军府一个清白。那种跋扈恶毒的种子，确实不是我舒家的根。难怪他那样跋扈不知深浅，先前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你们将军府的女儿都是这样的德行，连带着让我周家对与舒家的婚约都生了嫌隙，弄了半天，原来他才是那个冒牌货。这就难怪了，野种终究是野种，哪怕穿上凤袍也变不成真凤凰。那一身的小家子气，是骨子里带出来的暗走。正是这话，夫人圣明，这真相一出，大伙心里可都通透了。周夫人明事理，实乃舒家之幸。我大姐性子仁善，这些年因为舒燕的所作所为，日日自责，总觉得是她污了舒家与周家的情分。今日认亲宴，本想请她出来见夫人，却怕夫人仍有芥蒂，不敢贸然相请。你大姐倒是个明事理的，当年之事，我虽怨舒家治家不严，却也知晓与你大姐无关。周夫人所言极是，和儿自小乖巧懂事，最是知礼。若不是舒燕胡闹，也不会落得这般境地。求夫人看在和儿的份上，给她一个赔罪的机会罢了。改日我府中赏花，让你大姐过来趟一趟吧，我倒要亲自瞧瞧舒家真正的嫡长女到底是什么模样。谢过夫人。玉儿，幸好周夫人松口了。和儿这孩子这些年受了太多委屈，若不是舒燕那个逆女，她本该是京都最风光的姑娘。娘，您放心，阿姐的委屈很快就能尽数化解。周夫人既然松口，便是认可了阿姐，往后阿姐的日子定会好起来的。二妹说的对，舒燕那个孽障害了阿姐这么多年，如今她已不是舒家人，往后再也不能让她拖累阿姐。哥说的是，只是舒燕性子偏执，又有三皇子撑腰，绝不会善罢甘休，咱们得做好防备。舒云瑶，你这个贱婢，你凭什么坐在这里？脱下来，这是我的衣服，我的首饰。你这个下贱的姑女，凭什么穿我的衣服？我才是将军府名正言顺的三小姐，你不过是二姐捡回来的一条狗。这是母亲给我的，你也配叫母亲？脱下来，把你身上这层皮给我脱。舒将军，二小姐，燕儿虽性子急了些，但她毕竟是将军府疼了18年的明珠，如今你们为了个外人，竟要把她逼到如此田地吗？这种身份不明的货色，穿上袍也掩盖不住那股子泥土味。舒燕，莫急，有本宫在，谁也夺不走你的位置。薛林殿下，这里是舒家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舒燕早已不是我舒家女儿，她的所作所为与我舒家无关。舒老将军，舒夫人，今日这出戏闹得也太荒唐了。本宫与三小姐的事情，京中虽无明文圣旨，却也早有了风声。你们现在突然说她是产婆之女，是想让天下人笑话本宫有眼无珠吗？薛老，你快救救我！爹娘被舒玉那个贱人灌了迷魂汤。三殿下，
这认亲之事是我舒家关起门来的血脉家事，您这一口是真亲，一想替我舒家列祖列宗认下这个野种。舒恒，你休要胡言乱语，本宫只知道这将军府的三小姐只能是舒燕。舒将军，您可想好了？一国皇子若被传出与产婆的女儿私奔，这种皇室丑闻传到父皇耳中，不仅本宫要受责，你们舒家欺瞒皇室、混淆血脉，怕是也没什么好果子吃。殿下，您今儿个这般卖力的替舒燕撑腰，是真的怜惜她，还是怕您自己成了全游京的笑话？你什么意思？毕竟一国皇子若娶的是将军府千金，那是强强联手；可若是娶了个偷梁换柱的产婆之女，殿下，您觉得这上京城的茶余饭后会怎么编排您这位深情的皇子？无论如何，本宫绝不能忍受这种丢脸的事沾染到身上。你们舒家既然敢放出这种话，本宫今日就必须让舒燕成为将军府真正的三小姐。听到了吗？薛郎说了，我就是三小姐。你们这群吃里扒外的东西，等我做了皇子妃，我要你们一个个都死无葬身之地！放开我！薛郎救我！杀了这两个贱人！三皇子殿下，这里是将军府，您贵为皇子，却强闯臣属内殿，到底有何贵干？舒大公子何必如此大的火气？本宫今日来是为了喜事，本宫已经亲笔呈书禀告父皇，说本宫与舒家三小姐情投意合，有意娶三小姐为正妃。可本宫一进门，竟看见有人在这将军府里玩什么李代桃雕的戏码，本宫绝不容许有人冒充三小姐取而代之。今日本宫就是特意来为三小姐鸣不平的。二妹，她这是拿刀架在咱们脖子上，故意借着陛下的名义来压咱们。若是不认，三皇子反手一封折子，咱们就是抗旨。阿姐，劳烦你了。老实点，别以为有了靠山就能在这儿撒野。今日就让你看看舒家的规矩。三殿下，您方才口声说有意娶三小姐，这话听着虽深情，可臣女琢磨着，这有意二字，终究还是没定下来的意思吧。不管舒燕是不是我们将军府的三小姐，她首先是个大门不出二不迈的清白姑娘。您今儿个当着这么多宾客的面说跟她私下如，还要娶她，殿下想过没有？陛下日理万机，若是最后没想起这遭婚，那舒燕岂不是只有死路一条？您今日这番所谓的鸣不平，哪里是救她，分明是仗着身份，生生要把她的名声给毁个干净。是啊，三皇子这话确实有欠考虑，这让姑娘以后怎么见人？这还没名没分呢，就闹得全城皆知，哪家皇子这么办事？那自然是要定下来的。本宫既然说了要娶，就一定会给舒燕一个名分。诸位大人，各位夫人，你们可都瞧见了，咱们这位三皇子殿下，当真是世间少有的至情至性之人。众位可都是京里有名有姓的人，今日聚在这儿，正好替舒燕做个见证。方才殿下可是亲口说了，非她不娶。那无论这舒燕到底是不是我们将军府的三小姐，无论她是个金尊玉贵的嫡女，还是个流落民间的产婆之女，殿下都是要娶她的，对吧？舒玉，你别太得寸进尺。殿下怎的这副表情？臣女是在赞您深情啊！大家伙说是不是？放眼整个京城，谁能像三殿下这般不看门第不看家世，只为了一个情字，连产婆之女都肯明媒正娶？是啊，三殿下如此胸襟，当真让老臣佩服。若是这婚事成了，倒也是一段佳话呀。够了！殿下，三殿下在里头闹得正凶呢，非要保下那个舒燕，结果被舒二小姐套住了话，骑虎难下。她那是怕自己成了产婆的女婿，丢不起那个人。舒玉这丫头手段倒是比我想象中还要辛辣，这是让我来收手啊。走吧，投名状都送到了，本王若是不出面收个尾，岂不是辜负了二小姐的一番苦心？这个不知从哪儿捡来的野种，也配冒充将军府血脉？舒恒，你作为长兄，难道要跟着舒玉一起发疯吗？哥，退后，不用咱们费唇舌了。二皇子殿下到，盟友来了。三弟，本王在府外就听见你在咆哮，怎的？这舒家的认亲酒是不合三弟的右口吗？将军、夫人，打扰了。本王听闻舒家今日有大喜事，寻回了真正的三小姐，特地备了薄礼前来贺喜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舒家分明是受了小人挑拨，要把正经的嫡女赶尽杀绝，你竟然还要祝贺？哦，三弟这话从何说起？舒家血脉归宗，那是祖宗保佑。倒是三弟，方才在外面，本王似乎听见你说非这位舒燕小姐不娶。那是自然，
她才是我的未婚妻。三弟真是不知轻重，婚姻大事讲究的是明媒正娶、名正言顺。父皇最重规矩，你若娶的是将军府千金，那是佳话；可若你为了私情硬要指鹿为马，甚至不惜强压功臣，三弟，你猜父皇要是知道了，会觉得你是情深，还是觉得你别有用心，想强行拿捏舒家的兵权？殿下明鉴，云瑶才是当年边关产婆调换的真血脉，如今稳婆证词，当年老屠的口供都在这儿。舒家不想欺瞒皇室，才忍痛自揭家丑。云瑶不敢奢求荣华，只求能替死去的父母尽一份孝道，归宗守礼。本王瞧着这位三小姐眉眼间倒是与舒老将军年轻时极像，英气内敛，这才是将门虎女的气度。中尉大人觉得呢？殿下所言极是，此女眉宇间确有将军神纹。三弟还真是难得的深情，在这众目睽睽之下，竟为了一个出身存疑的女子，连皇家的体面都不要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做哥哥的自然会成全你。就在刚才，我已经派人进宫，将你刚刚那一胸非书宴不娶的赤诚之言，原原本本的传达给了父皇。你竟然！想必用不了多久，赐婚的圣旨也就该下来了。既然三弟觉得她是将军府的千金，那父皇便会如你所愿。只是若圣旨下来那天，她只是个产婆的女儿，三弟可千万要接吻了。你薛恒，你竟敢算计我！这就是将军府新认回来的三小姐了。果然和二小姐生得极像，不仅眉眼间透着英气，就连这份临危不乱、沉稳端庄的性子，都和大小姐如出一辙。老将军，恭喜啊！历经波折，终于寻回了真正的爱你。这真正的将门血脉，可不能再被那些安杂脏东西给玷污了。往后啊，老将军可要好好疼爱才是。多谢二殿下指点，老夫定当倾尽全力护好我的亲生女儿。听见没？二殿下这是亲口给这位云瑶小姐证明了，谁还敢质疑？在这上京质疑三小姐的身份，那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扇二殿下的脸，谁先命长了？二殿下大恩，舒家上下铭记于心。舒某待舒家满门，谢二殿下主持公道，定鼎乾坤。闭嘴！你以前闹是全家纵着你，现在二殿下在此，你若敢吐出一个字，别说皇子妃这舒家的大门，你连尸首也别想抬出去。二哥，你当真要做到这一步？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舒氏舒燕温婉贤淑，才貌双全，特赐婚三皇子薛林为侧妃，则即日完婚。钦此。三殿下，这喜酒您可得接吻了。臣接旨，谢主隆恩。三弟，父皇能这么快下旨，全赖母后在宫中听闻了你的一片痴心，特意在御前替你美言。薛林，你前世依仗权势图我满门，如今你却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。听到了吗？圣旨赐婚，我舒燕注定就是要做皇家的媳妇儿。你们刚才不是想赶我走吗？现在我有皇命在身，谁敢动我？爹娘，这18年的养育之恩，今日咱们就算断干净了。既然你们不仁，别怪我不义。你们给我等着，总有一天我会把你们全部都杀了。以后我就是三皇子妃了，那是高高在上的贵人。尤其是你，云瑶，你这个抢了我身份的烂货，下次见面，我要你们一个个都规规矩矩的跪在我面前，好好的行礼磕头，记住了吗？周夫人，您这儿倒是热闹，只是我劝您这彩礼单子还是先收起来，免得最后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侧妃娘娘还未正式过门，这官位倒是先摆到我周家来了。怎么，将军府容不下你，三皇子府也盛不下你这份放肆吗？放肆的是你们！我大姐舒和是个什么货色？她在府里便与人牵扯不清，如今你们周家却把这等残花烂柳当成宝，也不怕休了先祖的名声。侧妃娘娘请自重，我家公子与舒大小姐青梅竹马，小姐为人如何，夫人心中自有秋货。好，你们既然不听劝，那就等着看这场好戏怎么收场。周家那小子回京到了哪儿？回殿下，周小狼子已过崇文门，今日便能入京复命。他在军中这几年历练出了官衔，手下那一支精锐更是本宫急需的，备厚礼。等他一入京，本宫要亲自去迎。陛下，不好了！侧妃他瞒着您，给正回京的周小郎君传了一封密信，信里写了什么？写舒大小姐在京中与人有染，让周小郎君回来直接退婚。蠢货！这个见识浅浅的蠢货！本宫正愁没法子拉拢周家，他竟然给本宫往死里得罪。二小姐，
周小郎君已入午门，手中出了边关复命的折子，还带了一封弹劾折子，瞧着是要递交给陛下的。我就知道他不会信舒燕的鬼话。阿姐与他青梅竹马，他性子刚正，最厌这等污蔑诋毁之事。舒燕那封密信反倒成了他弹劾三皇子的由头。小姐英明，只是三皇子若被弹劾，会不会迁怒于大小姐？不会。周小郎子既然敢递弹劾折，便是有十足把握，既护了阿姐名声，也能挫一挫三皇子的锐气。咱们只需在此等候消息便可。小姐，周小郎君出了宫门，并未去三皇子府，看路线像是往二皇子府方向去了。果然如此，三皇子失了拉拢周家的机会，反倒引来了弹劾。周小可是要摆明立场。小姐，周小郎君果然与二皇子结盟了。三皇子费心筹谋拉拢周家，这下彻底竹篮打水一场空了。薛林急功近利，又管不住舒燕，丢了周家这棵大树是他自己作的。周小郎君聪慧，自然清楚依附三皇子无前途，投靠二皇子才是保全周家、护好阿姐的最佳选择。大胆！谁敢拦将军府的车驾？娘，你救救我！三皇子府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。雪林他整日对我拳脚相向，那些下人也都踩在我头上。娘，你真的不管我了吗？我知道错了，让我回将军府吧，求求你了，娘！侧妃娘娘慎言，老身位分卑微，当不起这一声娘。娘，你怎么能说这种气话？你以前最疼我的。我可不是你母亲，我舒家的女儿个个知书达理，做不出那种污蔑亲姐、断兄前程的下作事。三皇子府那些下人都看不起我，就因为我没嫁妆。我也是您的亲女儿，我也得从将军府风风光光的出门啊！要是没有那份嫁妆，薛兰会打死我的。三侧妃这话好生有趣。您现在是产婆之女，是我舒家的大恩人云瑶替了您的位子。您要嫁妆，该去那乡下寻您的亲娘要才是，怎么求到将军府门前了？淑玉，你闭嘴！这是我和娘的事。娘，看在18年的情分上，您匀出一半，不，哪怕30%的家产给我，我也能在皇子府站稳脚跟啊！18年，我竟养了你这么个丧良心的东西18年！你为了荣华富贵，给周小郎君写那种脏信，毁你大姐名节的时候，可想过你是舒家的女儿？我那也是为了能让薛郎高看一眼，我怕他不要我。你为了你自己，要把全家人都推进火坑。你眼里只有嫁妆，只有薛林，何曾有过我这个娘？你不能不管我！天底下有你这样做母亲的吗？你这是要我去死，要我去死啊！滚！母亲，快喝口水，顺顺气。您这身子骨自打阿姐出事后就一直虚着，经不起这么气。月儿，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真的养了个讨债鬼？母亲莫要多想。其实，在出门前，我还私下里劝过哥哥，我说舒燕在皇子府受了搓磨，经历了这么多变故，也该长大了。若是这回见了面，她能定下心来，哪怕只是开口关心关心母亲您的身体，咱们做儿女的也不是不能在父亲面前替她求个情。可她不中用啊，玉儿她真的不中用。我疼了她18年，整整18年。我当她是心尖尖上的明珠，她当我是随时可以吸干血的枯木，心寒呢，这心早就被她伤透了。母亲既然看清了，就莫要再失望了。因为一个不爱您的人伤了身子，阿姐和哥哥会担心的。你说的对，从今日起，我就当那孽障已经死在18年前了。这将军府的门，他这辈子休想再踏进半步。舒燕，机会我给过你，是你自己选了绝路。老爷，三皇子府又派人送礼来了，说侧妃娘娘思亲心切，想回来请安。舒家没有姓舒的侧妃，礼扔出去，人乱棍打走。告诉守门的，往后三皇子府的狗路过都不准开门。是。半年来，咱们闭门不见，薛林怕是急疯了。最近京里的风声你听到了吗？说本王与二小姐情投意合，圣上都在琢磨着议亲的旨意了。殿下这风吹得可真够大，连我那个常年不出院子的祖母都听说。那二小姐觉得这议亲的风是好还是不好？能让薛林坐立难安的风，自然是好风。凭什么？苏玉当初本该是本宫的王妃，二哥他已经有了皇后撑腰，凭什么连将军府的兵权也要抢走？殿下息怒，如今我们在将军府的眼线都被拔除，三侧妃、舒燕那边，将军府更是连门都不让进，咱们已经彻底失去了将军府的依仗。依仗？
舒燕现在就是一颗烂透了的弃卒，本宫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才会被那个蠢货毁了全盘计划。本宫若是手里有兵，何至于如此被动？可现在，京郊禁情郡由二哥的人掌管，边关又是舒家的天下，本宫就算想要清君侧，哪里来的兵力？殿下，眼下二皇子势如破竹，若真让他和舒二小姐成了亲，这储君之位，怕是再无变数了。既然本宫得不到，他也休想得到。殿下，你要做什么？既然我无法得到将军府的助力，那么就算是毁了舒玉，我也绝不能让二哥拥有将军府这样的岳家体系。主子，去想办法给那个弃子舒燕传话，告诉他，本宫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，让他去约舒玉出来。主子是想要，既然不能为我所用，那就让他变成一具尸体，或者一个残花败柳。我要让二哥娶到一个名声扫地的女人，更要让将军府因为这桩丑闻彻底被父皇厌弃，走投无路。不，本宫还有这招。舒玉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二姐，求求你救救我！三皇子他疯了，他每天都打我，说我不值钱，说我是弃子。那是你选的路，你费尽心思爬上他的床，如今求我做什么？今晚他在望江楼备了薄酒，说是要跟你最后道个别。他说只要你肯去，他以后再也不纠缠舒家，也会对我好一点。二姐，你救救我！你要是不去，他会打死我的。道别？薛林这种毒蛇，不咬断人的脖子是绝不会松口的。二姐，算我求你，你就看在以往18年的情分上。好啊，这出戏我陪他演完。三弟这封信可是蘸着毒汁写的，望江楼最偏僻的那间厢房。舒玉，你不怕？我这三弟的手段在宫里可是出了名的肮脏。殿下觉得他会怎么做？他现在走投无路，既然得不到将军府，最好的法子就是彻底断了我娶你的可能。所以，殿下可愿助我？舒家二小姐开口，本王自当鼎力下注。不过这利息，本王日后可是要讨回来的。只要今晚戏演得好，殿下想要什么，舒玉给得起。二姐，你到底还是来了。他不来，却派你在这里守着。舒燕，你知不知道这酒里加了什么？没加什么，就是寻常的喝，不是陈年的女儿红。二姐，喝了这杯，咱们姐妹的恩怨就一笔勾销。好啊，为了让三皇子回心转意，你当真是下了血本。酒是好酒，喝了就好。二姐，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太挡路了。喝了，做做样子罢了。人带到了吗？张贵人这几日正因为想念我那三弟，偷偷托人带信出宫。我顺水推舟，就请他来这儿赴约。宫中宠妃与当朝皇子在宫外酒楼私通，薛恒，你说这出戏陛下会怎么接？本王不仅会让他接吻，还会让这上京的百姓都接吻。走吧，薛林快来了，别让他撞见正主。舒玉，二小姐，你不是很清高吗？你不是要当皇后的苗子吗？今晚过了，我倒要看看二哥还会不会要你这双破鞋。将军府是我的，你也是我的。谁敢擅闯？本宫在此办事。薛恒，舒玉，你们，你怎么在那儿？那榻上的人是谁？天哪，那不是宫里的张贵人吗？三殿下竟然在这儿和贵人私通！殿下，信已经送出去了，您这模仿三殿下的笔记，简直是鬼斧神工。他薛林在宫里那点安杂事，真当我瞎了不可。他与张贵人偷情也不是头一遭了，这种轻车熟路的事，只需要一个火星就能引爆。禀殿下，张贵人已经冒充随行宫婢，悄悄出了宫门，正往约定的地方去。好戏开锣了，咱们那位三弟现在怕是还在梦里等着立功呢。三弟，这更深露重的
你倒是好兴致。赤色鸳鸯肚兜，看来还是三弟你有品位，连父皇的女人都敢玩得这么花。二狗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是陷害，这是陷害！二殿下饶命！二殿下饶命！陷害，这话你留着去跟父皇说吧。统统收押，封锁消息，连夜带入宫去，交给陛下亲审。陛下息怒！畜生，简直是畜生！朕的宠妃，朕的皇子，你们竟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干出这种背逆人伦的勾当！父皇息怒，三弟定是酒后糊涂，被美色冲昏了头脑。只是那张贵人，他熟门熟路潜出宫去，怕不是头一回。酒后糊涂，好一个酒后糊涂！宣朕旨意，张氏淫乱后宫，败坏纲常，当场赐死。薛林，逆子薛林夺取封号，给这关进诏狱，严加看管。陛下，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薛恒，是你陷害本宫！父皇呢？我要见父皇！父皇被你气得昏死过去，刚醒来就赐死了你的心上人张贵人。三弟，你那件赤色鸳鸯肚刀，父皇可是看得真切。殿下，这滋味如何？淑玉，是你这个贱人引我入局，你以为这样就能杀了我？偷情顶多是德行有愧，我是皇子，父皇为了皇室颜面，绝不会杀我。殿下说的对，仅凭淫乱后宫，父皇确实会保你的命。可若是谋反呢？张贵人的事，父皇已经压下去了，对外只说他暴毙。正如薛林所料，皇家爱脸面，这项罪名盯不死他。殿下是官场的老手了，这种时候该由谁出面最合适？您心里应该比我更清楚。周家那位小郎举在军营里历练了这么久，手中的那份证据也该见见天日了。三弟啊三弟，要怪就怪你太贪心，想拉拢周家，却送了人头。陛下，臣周燕举报三皇子薛林。薛林在边关时便居心叵测，曾多次暗中拉拢微臣，甚至许下诺言，只要微臣助他起兵谋反，待他登基之日，便封微臣为万户侯。你说什么？他竟敢！这是薛林亲笔所书的利诱信，请陛下明察。他狼子野心，不仅意图篡位，更视大周江山为儿戏。搜，给朕去三皇子府搜！禀殿下，搜到了，这是三殿下与塞外胡人来往的证据。通敌卖国，薛林，这回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。娘，爹，我是你们的亲女儿啊！救救我，我不想死！二妹，别看！二妹，闭上眼，不疼的，一会儿就过去了。爹娘，你们救救我！你们不是说为了我去死也愿意吗？请我去死啊！爹！二姐，这儿风大，我特意加了一层绒袖的，穿上可暖和了，一点都不冷。二姐，是手冷了吗？不冷。二小姐，哦不，乔奴才这嘴。娘娘，这凤印和诏书可是陛下御笔亲批，满朝文武都候着您入主中宫的喜讯呢。赵公公，劳烦带回去吧。淑玉命格硬，承不起这天家的福分。娘娘，这可是凤印啊，天下女子求而不得的东西，原样送还，一个字都不要落。淑玉，这诏书是朕一字一句亲笔写的，你居然不愿意？是，臣女不愿意。不愿意？这天下多少人盯着这个位置？你是觉得这皇后的名头不够响，还是觉得你瞧不上朕这个皇帝？殿下雄才大略，臣女怎敢瞧不上？只是舒家不能成为外戚。一旦舒家女入宫，那舒家不管再怎么努力，也摆脱不了成为外戚的命运。自古以来，从来只有纯臣能落一个好下场，而外戚哪里有长盛不衰的？今日是荣宠，
明朝便是烈火烹油，动辄便是杀头灭族的死罪。朕可以保你，保舒家。陛下，您能保一时，能保得住100年后舒家的枯骨吗？不日我就要回关驻边了。比起在宫内和一众女子争风吃气，陛下不觉得让我去替你镇守被敌国冒犯的疆土，这更好吗？也是，二小姐有青云之志，是朕唐突了。你这颗心不在金丝笼里，而在那万里大漠。那便祝二小姐此去一帆风顺，无往不利。臣谢主隆恩。阿姐哥，云瑶，舒家往后就托付给你们了。玉儿，放心去，爹娘在家里等你凯旋。